2020年英雄联盟全明星赛事即将开启，你最期待的是哪位明星选手登场？是大魔王 Faker 大开杀戒，还是卡萨神僧脚踢四方，再或是马尔恩安掌门传奇归来？除此之外，课代表也是关注到了今年的解说小姐姐们也是不一般，尤其是爱姬权志龙的女朋友小玉。小玉在全明星投票荣居最受欢迎主持榜首，在不久前的解说杯上也靠一手上单塞恩单杀了对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Rookie 异地登陆，不说了，拔刀吧宋一剑。那么为什么妹子玩得这么好，职业赛上却鲜有女性选手登场？而且全明星都是一群大老爷们的狂欢，却不见一支女子战队。早期 LPL 赛区也有俱乐部曾组建过女子战队，但是结局却是不了了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子战队没有走到今天？课代表带你了解女子电竞灰暗的那几年。其实，在2017年。京东便有了所谓女子战队招聘要求放出来，好家伙，身高1.65米，五官端正，还要会唱歌跳舞。不仅如此，女队员还要提供身高体重3围啊！这样的招聘要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选港姐。放在现在，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是颜值社会。你想想，一群女神妹子在台上打着比赛，台下一群观众欢呼，这不比那啥好看？不过，电竞女子战队这样要求。是因为他们除了比赛，还要担负起队伍宣传和颜值担当的工作。但是电子竞技嘛，菜是原罪，要是打得不好，肯定没人买账。再来看看 LGD 女队的要求：电1白金以上，其他区钻石以上。也就是说，只要长得好看，就可以成为职业选手。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课代表要去报名了。咱们再把时间往前倒几年，2013年6月5号。凤凰网女子战队成立，她的招聘要求就正常了，rank 分要在1750分以上的女选手，还要热爱英雄联盟，没有不良嗜好。乍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战队是组建起来了，总要有个队长吧？你以为的队长是统筹全局、指挥队伍的人才，最差也是要队伍里打得最好的吧？但事实却不是这样。队内队员王悦为了当这个队长，主动接近战队的管理层。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一点大家都懂的事情。那么为了讨好上司，稳坐队长的位置，竟然玩起了4P。课代表不禁感叹：嗨，年轻真好。不仅如此，这位女选手为了利益，还现身电竞圈不少知名选手。不知道他们私下里一起打游戏是不是？你爱吸我奶吗？好，爱。因为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整个电竞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王悦的男朋友退役，战队也就把这颗苍蝇屎开除 ，IF 不久也就解散掉，再无消息。2015年，女子战队卷土重来，一支叫 YDM 的女子战队走进大众视野。YDM 隶属于成都优点盟科技有限公司。这次事件是由队内的上单选手 ID 安心在微博上爆料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 YDM 战队面临重组，队内原中单就联系到了上单安心和 AD 兔子。然后就告诉他俩，这里机费报销，食宿全免，人傻钱多速来。于是两位妹子就收拾东西，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成都。可是，一到俱乐部就傻眼了，原本期待的大别墅变成了小民房，餐餐大鱼大肉也成了萝卜青菜。那既然来都来了，都是为了梦想嘛，不寒碜。这时候战队的管理来告诉他俩，你们来的机票和床上3件套不报销啊。这一下两个姑娘彻底愣住了。不是承诺的全部报销，食宿全免吗？管理解释说，这是原来的中单承诺给你们的，又不是我们承诺的。不想打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初来乍到的小姑娘哪有什么经验，稀里糊涂的签了合同，还要从工资里扣机票钱。终于是凑齐了5个选手，外加1个教练。YDM 训练半个月，但是管理层却迟迟没有提工资的事。教练好心的去帮忙问了吧，结果就被开除了。不仅如此，聪明的管理层还来了手卸磨杀驴，把帮他们招聘选手的中单小姐姐也打包开除，启用了更听话的替补中单。不过好在虽然没有教练， YDM 战队依旧在女神杯取得了亚军的成绩。随后队伍新来了1个教练，据说还是打英雄联盟次级联赛的。在大家聚餐的时候，所有的队员发现，队伍新教练和中单的关系好像有那么一丝丝不对劲。去上海参加比赛，两人坐在了一起，慢慢的就抱在了一块儿，然后中单就在教练的腿上睡着了，还相互抚摸。好了，再说下去，你们又该说课代表不正经了。
反正就是你们能想到的最离谱的姿势。震惊的是，这2位还都是有对象的。What the fuck？ 这难道就是2个人的恋爱，4个人的狂欢？你好骚啊！赛前队员们还发现2人夜不归宿，教练脖子上还有草莓。教练解释道是去按摩了。说到这儿，课代表也想去按摩一下。这按摩正经吗？正经的我可不去。不知是不是因为中单按摩的太累，一场比赛下来伤害比辅助还低。这个时候教练站出来了：“你们这些没按摩的，不是，你们这些没打好的要承担责任。”转而就去安慰中单了。随后呢，根据小姐姐的爆料称，战队内还有更令人作呕的潜规则内容，暗指如果不陪睡就不发工资，出来打个比赛倒贴钱不说，还要赔偿身体，真就让人怀疑这个电竞俱乐部的动机。由于事情持续发酵，管理层反而倒打一耙，除了会按摩的中单，其他选手全部开除，不仅不发工资，车费还要几位小姐姐自己想办法。这一波，周扒皮看了都流泪，还有这样的操作？时隔1年，2016年的 iGirls 同样有战队选手爆出丑闻，没错，就是王思聪旗下 IG 战队的女队。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是由这个妹子，号称怀揣梦想的大一女生。这样一看，课代表也瞬间有了梦想了。话说这个妹子来到 iGirls 打辅助 ，ID 叫土锤。很快她就发现经理癫狂对她的态度有一些不一样，经常送些礼物关心生活。但是土锤妹对经理不感冒啊，就刻意保持距离。后来偶尔的一次游戏中，队伍里的中单16姐长这样，啊不对，是这样，就起哄让土锤妹跟一个男生接吻。这下经理就不高兴了，大骂16姐，还侮辱土锤妹的人格。由于合同的关系，还要让土锤妹寡记4年，就是因为土锤妹不接受潜规则嘛。课代表已经脑补出人渣教练欺侮怀揣电竞梦想柔软小妹的年度大戏了。但是事情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这个经理癫狂啊也出来爆料了。根据微信截图的对话，说是土锤妹第1天来到 IG 基地就给经理发暴露的床照，要让他来自己房间睡，还自称睡美人。怪不得经理叫癫狂了。最后这件事越闹越大，甚至惊动了法院，让吃瓜群众吃得不亦乐乎。无独有偶，还是这个 iGirls， 这次是另一位辅助，同域 ID 露露。这个露露干的事更加毁3观。课代表见过有人喜欢收藏鞋，还没见过喜欢收藏男人的。在与男朋友谈恋爱的过程中，时常跑出去约炮。按照她男友自述说，这位妹子3天1小约，5天1大约，姨妈期放假，你这比上班还准时准点，而且经常后半夜。约的对象从电竞选手到业余摄影师，从纯情少男到已婚大叔，甚至有一次约炮对象的未婚妻都找上门了。更离谱的是，妹子每次开房的时候用的还是男朋友的支付宝，最后玩大了，怀孕3个月，回来找男朋友接盘了。我已经能够想象到这位兄弟的感觉了，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颜色能表达你的感受了。又有一支女子战队放出了宣传海报，是一家叫 KA 女子电竞俱乐部的战队，队员长这样，这样，还有这样。据说每个妹子都在钻石以上，射击领域是英雄联盟，但是应该就是在一些城市联赛活跃，很难出现在正规的职业赛场上。其实女子战队并不是昙花一现，也是资本演化出的产物，就和职业比赛一样，有人喜欢看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比赛，就有人喜欢青春活力的娱乐竞技。这样的环境催生下的女子战队也逐渐偶像化，不管技术如何，只要被贴上电竞游戏这些标签，就会备受关注。早期混乱的电竞环境确实让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为了满足自身丑陋的私欲，污染了整个圈子。他们打着所谓电竞梦想的幌子，毒害了一批又一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同样也有出发点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人，以电子竞技的名义去败坏社会风气。所以我们一提起女子战队，就不自觉地会想到是花瓶啊、擦边球啊。其实在整个英雄联盟乃至电子竞技历史上，也有真正热爱并且实力不俗的女性选手。在之后，课代表会专门制作一期视频来介绍这些选手。电竞和任何职业一样，都是一个大染缸，投身其中并不会让人戴有色眼镜看待。当然，只要你真正热爱。好了，那电竞圈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电竞圈的老牌俱乐部 LGD 也是在8月14号正式官宣了旗下王者荣耀分部的女子职业战队正式建立。
就叫 LGD Girls。他们的口号是不被定义，只做自己，目标坚定，未来何惧。电竞圈多元化发展到了如今的程度，我们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赛事情况，但是呢，可能也会有很多同学想要知道更加的了解这个行业。所以啊，课代表今天就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美少女电竞职业圈。说起国内的女子电竞比赛，其实历史也不短，最早呢可以追溯到2002年的5love 战队，他们和那个年代很多电竞爱好者一样，怀揣梦想与热爱，如同铁头娃一样的，在无赞助的情况下便参与了 CS 板块的职业赛事。但与很多的职业战队不同，他们是由女子选手组成的战队，这也使他们在当时的电竞圈里备受关注。但故事很真实，也很残酷。电子竞技菜是原罪，他们很快就如同绝大多数的职业选手一样，因为久久没有成绩而被人遗忘。但是对于这一支队伍，课代表还是想要表示 respect。他们和所有电竞爱好者一样，都是敢于去面对困难的追梦人，都是时代的前锋，为了梦想去努力拼搏，就是好样的。或许他们的激励作用下，接下来的几年也有不少的女子电竞职业选手脱颖而出，例如 Miss 于 War3 和 SC2， 小仓至于魔兽争霸，这也让更多的资本能够看到女子职业比赛。再后来 LOL 成了主流，于是在2012年，小仓老师自己出钱组了一个 LOL 女子职业战队 Ladies。课代表当年可是非常关注这支战队了，当然不是出于什么身世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关注国内电竞赛事的发展。但是呢，这一支满怀小编期待的女子职业战队很快便因为缺乏运营经验等原因宣布解散，而之后各路老牌俱乐部都是纷纷下场，开始组建自己的女子职业战队。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 JDG 俱乐部在2017年贴出的 LOL 女子职业战队招聘要求。好家伙，身高165以上，五官端正，会唱歌跳舞者优先。另外还在简历中要求应聘女队者需要另外3维素颜照等个人信息。这要不是事先知道电竞俱乐部在招聘女子职业电竞选手，我都还以为这是在招聘礼仪小姐呢。而对于最重要的游戏水平要求，也仅仅是需要电1的钻4以上便可报名，这门槛可降得太低了吧。我们再来看 LGD 战队的 LOL 女子俱乐部，好家伙，这个门槛更低，仅只需要电1白金1就可以。难道电子竞技仅靠脸便可以参加职业比赛的吗？对于这一点，课代表表示不能理解。而女子参加电子竞技的问题还远不止这点，因为俱乐部要求女子职业电竞选手的颜值更高，接之而来的便是由此而生的行业丑闻。2013年成立的凤凰网女子职业队伍，战队成员王悦为了自己能够成为战队的队长，便主动接近俱乐部的管理层，发生了点不可描述的事情，借此成为了队长。后续更是为了坐稳队长的位置，玩起了多人运动。课代表对此可真是大开眼界。后续此事被曝光后，电竞圈内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快，王悦便被战队所抛弃，而 IF 也是没过多久便面临了解散。可能有人要说了，那也可能只是王悦的个人作风问题啊，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女子电竞都是如此。但课代表想说的是，这样的例子在女子电竞圈中确实不少了。2015年成立的 YDM 女子 LOL 职业电竞战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是战队管理层对于战队的管理一塌糊涂，欺骗队员有舒服的生活条件，却毫不作数；对于队员的人员调动也是任性而为，整个俱乐部的风气更是一言难尽。其中就以战队教练与中单之间的故事来讲起，这中单可不了得，按摩技术一流，经常半夜为教练按摩。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按摩可以让教练脖子上充满红印，想必一定很快乐吧。而后更是在一次上海的比赛中，两人先是坐在了一起，聊着聊着，两人便拥抱了起来。还不够，接着中单小姐姐便趴在了教练的腿上睡着了，之后更是相互抚摸了起来。其他队员也渐渐感到气氛慢慢变得不对劲了起来。但是没想到的是，好了，课代表要维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段就不继续开展下去了。反正就是你们能想到的最离谱的姿势。但这件事的后续发展还真是让课代表也震惊了。
原来这2人都是有对象的啊！眼前的绿不是绿，这大概就是来自于年轻男女的开放吧。但是你以为这就是局限于这2人的混乱吗？不，战队中还有更多让人三观尽毁的事情。但在这儿，课代表不方便全部都展开说，就说一个最让人气愤的。俱乐部中有一个规则，便是如果战队成员不与管理员进行某些交易的话，便不发工资。战队成员怀揣着梦想加入队伍，却遭受这样的待遇，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一些组建俱乐部的人的心思了。小俱乐部是如此，难道大俱乐部也会吗？ IG 俱乐部给了我们答案。2016年成立的 IG 女子 LOL 职业战队，仅成立不到1年的时间，便爆出绯闻。战队的队长担任辅助的土锤，因为不愿意服从战队管理层癫狂的潜规则，要被俱乐部雪藏4年。消息一出，所有的吃瓜群众都愤怒了。人家是因为梦想参加电子竞技职业比赛的，不是来给你潜规则的。在舆论压力下，IG 管理层癫狂也是很快做出了回应，而此次事件也迎来了戏剧化的反转。原来在癫狂爆出的聊天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看似单纯的土锤妹，原来并不简单。她在加入战队的第1天便邀请癫狂来自己的房间睡，更是给他发了自己的床照。不得不说，果然这世界只有本课代表是单纯如纸啊！事件历经反转后，很快便越闹越大。最终更是闹到了法院上。在女子电竞比赛刚崛起的时候，我们国内还能看到像 Miss、小仓这样优秀的女子职业电竞选手能够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赛事，斩获荣誉。但正如课代表前面所说的都一样，在资本注入后，国内的女子职业电竞圈便不再单纯，更多是给我们传出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丑闻。这不禁让人开始思考这一次 LGD 战队组建这支女子职业电竞的动机。而对于这支新的女子职业战队未来发展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课代表通过结合网上的资料，再加上一些自己的个人想法，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各位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可以通过在视频下方留言来告诉我哦。首先呢，就是管理混乱。在电竞圈刚起步时，电竞事业还是一个没人看好的舞台，很多选手都是靠着自己的热血和信念一步步坚持下来的。但到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电竞圈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产业链里的庞然大物，每年的流水都很是惊人。但对于女子职业电竞圈来说，却缺少人才来推动它的持续发展，所以现在国内的女子职业电竞圈仍然处于摸索阶段。然后就是没有曝光与赞助。与最开始的5love不同，近几年的女子职业电竞队伍层出不穷，但是实在没有人能够打出成绩。而对此，很多电竞爱好者也是从慢慢期待变成了失望，逐渐的也就不会再去关注此类的赛事比赛。而缺少关注之后，没了曝光，也就没有了赞助，缺少了资金支持，女子职业电竞圈也就很难再继续前行了。还有就是丑闻事件的频发，国内男子电竞圈的历年丑闻加起来都没有女子职业电竞圈近几年的丑闻多，这也让很多的人对于这个圈子的观感变坏。败光了路人缘后，没有新粉加入这个圈子，女子职业电竞比赛的观看量也是堪忧。最起码课代表也是从每场比赛都看到现在的兴趣缺，最重要的就是成绩不佳。电子竞技菜是原罪，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国内女子职业电竞圈的成绩还算不错 ，Miss 在国际女子比赛中更是拿下了冠军，小仓老师也是率队拿下魔兽争霸的女子组世界冠军。但是之后的几年就再也没有什么国际赛事的成绩可以拿得出手了。但是课代表还是很希望国内女子职业电竞能有所进步的，所以对于这一支王者荣耀的新女子职业队伍，课代表也对她一直保持关注，希望他们不被定义只做自己，目标坚定，未来何惧。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关注课代表，带你发现更多游戏资讯。